这是今天的起点，因为距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远，所以坐了火车40多分钟过来。今天呢，我们要骑190多公里，如果是寻找餐厅什么的话，加上这段路程，很可能会变成200公里。天气比上个星期冷很多，上个星期的周末有25度，现在大概只有5度，就一瞬间就突然降温。不过今天的最高温度应该是在15度上下，应该在中午12点以后。天气总的来说还不错，因为没有很强的风，所以我也没有穿特别多，只是比平时多加了护腿，还有一个防风保暖的夹克。路线图已经 load 到了骑行码表上，准备出发吧。这个火车站的构造有点奇怪，这里似乎是唯一的入口，然后下到下面去不同的轨道，然后呢出来如果要到另一边只能走这个高架公路。好像有一组中国人在。Okay, let's go up from here. 哦，对了，这个公交站的话，可以通过搭乘一些巴士去往我们本次的最远端，又是另外一个狭长的半岛，叫做汉口。全程190公里总共的爬升有1000米，相对来说还 OK 了。有的时候在芬兰，只要骑80多、100公里左右，就可以达到1000多米的爬升。是不是沙漠？其实不是，是一个纯建筑用沙还有石砾的这样一个工地而已。前后无人，除了一组骑叫做 motocross 的一帮人在那里。也许这样的地貌比较适合骑越野摩托车。一条专门修了给行人还有自行车的柏油路，还是有一点冷的。希望我带了足够的干粮，因为在天冷的时候，对体能的消耗会更大一些。一望无尽的树，这里最不缺的是树。我记得在我上中学的时候，看过一篇科幻文章，讲一个非常离群索居的人，就经常去树林里，想象这样一个悬崖边上，悬崖上面长满了松柏，像这样挺拔的竖立着的松柏，然后呢，他就去那里。基本上每天都去，从一开始在悬崖边坐半小时，到40分钟、50分钟、1小时、2小时，渐渐的，他发现他在那边悬崖边上眺望大海，听着风吹过松涛的声音，越来越久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发现自己移动不了，他也不想移动，脚下生了根，头上开始长出了树枝，久而久之呢，
它就变成了在悬崖峭壁上眺望大海的松林的一部分。真的很棒，在荒无人烟的地区，专门修建这样一条骑行路的柏油路，崭新的柏油路，十分意外，十分惊喜。桥面是红木这边的景色让我觉得有必要回头再骑一遍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侧。这座木桥居然还是车行道。哦，你看，这里也是环欧洲骑行路线的一部分。啊，好想知道沿着这条路线骑下来是怎样的感觉。那，这里是芬兰南部著名的群岛带岛链。夏天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这边度假，冬天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人。水面倒映着蓝天的颜色，像液态的水银。刚才看了一下地图，我们现在走的这段路往返都要经过。往汉口半岛的最南端去，然后再回来，原路返回。
像那么冷了，虽然温度并没有上升很多。这里也是蛮不错的，可有这么大的天草。这回这里不是自行车专用路，但是几乎没有什么车辆。觉得来这里自驾也会很不错，非常惬意。我想在这些树林里面野营是可以的。在芬兰，去树林里，去非私人的树林里露营是不需要做任何的特殊的申报的，每个人都可以去，只要不乱丢垃圾，还有乱丢火种就好。安静地享受一会儿这里的景色、空气、蓝天、阳光。等一会儿再见。是的，已经到了。这个建筑很有70、80年代的感觉。我们已经到了本次旅程的折返点，其实已经过了，但是旅游码头应该离这里还蛮近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过来探究一下。这里应该是通向码头的货运火车轨道。现在我要去找一个餐厅吃一些东西，然后再返回。看来我今天得去这个披萨店吃午餐了，因为这个城市真的是好荒凉，所以只能来这里吃了。要把车挪到一个我看得着的地方。这就是今天的午饭了，看上去比较粗放的披萨。刚才吃过了午饭，我们正在返回的路上。25号公路
赫尔辛基还有100多公里，又回到了限速100的路边。今天感觉胃不太舒服，中午吃的披萨，还有喝的无糖的红牛，可能不太适合我，希望不会有大问题。现在我才刚骑完100K， 离我们出发时候的那个小火车站其实不远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应该还可以搭火车回去。